最近有一個事兒啊，在科技圈，特別是中美兩邊的科技圈，那是真的炸了鍋了。怎麼回事呢？說起來挺逗的。咱們中國深圳有一家公司叫優必選，大家可能聽過啊，就是做人形機器人的。前段時間呢，這家公司發了個視頻，好家伙，這個視頻一出来啊，美國那邊人的眼珠子差點沒掉地上。視頻裡是啥呢？是一個工廠。而且不是一般的工厂，是那种看着就挺科幻的物流中心。只見畫面裡啊，幾百個，注意啊，是幾百個長得跟人一樣高、有胳膊有腿的机器人在那兒列隊。那個場面啊，整齊劃一，幾百個腦袋一起轉，幾百條腿一起邁，也不打架，也不亂跑，最後還得排着隊自己鑽進集裝箱裡去發貨。你看過那個《星球大戰》裡的克隆人進攻嗎？或者是那種科幻片裡的機器軍團？对。就是那種感覺啊，甚至比那個還真實，因為這是真真切切在咱們中國工廠裡發生的事兒。這按理說看到這個畫面，正常人的反應應該是你有病，你有病。但是在美國，那個畫面就完全不一樣啊。美國那邊有個哥們兒啊，叫布雷特，這人啊可不是普通鍵盤俠，他是美國一家機器人公司的 CEO， 那算是個同行冤家。這哥們兒看完視頻呢，那是坐不住了。直接跳出來，中心思想就一個字兒假。他說啥呢？他說啊，各位別被騙了，前面的機器人是真的，後面那一堆是電腦特效。哎，你看那個光線，你看那個反射角度啊，不对勁兒，這絕對是咱們好萊塢大片的做法。這話一出啊，好家伙，那些本來就看中國不順眼的美國網軍，那是如獲至寶啊，一個跟福爾摩斯似的，拿着放大鏡找茬。有的說，哎呀，動作太流暢了，不像真的。有的說太整齊了，中國怎麼可能造出這麼多機器人？肯定是 AI 生成的。我看這幫人的評論啊，真的給我看樂了。這叫啥呢？這就叫由於自己做不到，所以覺得你肯定是在作弊。就像咱們上學的時候，班裡那個万年吊車尾的，突然看見學霸考了滿分，他第一反應絕對不是人家真努力了，而是老師他肯定偷題了。這種我不信你作弊的心態，在美國科技圈啊，現在簡直就是流行病。你以為優必選這幫深圳理工男會在網上跟打嘴仗，會發個律師函解釋啊？沒有，咱們中國工程師的脾氣是啥？那是人狠話不多。沒過2天，優必選直接甩出第二個視頻，這回啊，直接是把那個布雷特的臉按在地上摩擦。這個視頻是怎麼拍的？用的是 FPV 穿越機。就是那種飛得巨快，能鑽橋洞，能貼地飛的小無人機，一鏡到底。哎，哪怕你不懂攝影，你也知道，一鏡到底是最難造假的。鏡頭從工廠大門口直接滋溜一下飛進去。这要是特效，那得多少钱一帧啊？好莱塢也没这預算啊！視頻一出啊，滿世界清靜了。那個叫布雷特的 CEO 啊，雖然最後還在嘴硬，說什麼我不想爭論了，我只是想指出市場亂象，但是那個語氣啊，明眼人都聽得出來，那是慫了。這就好比啊，被人當眾抽了一耳光，還得捂着臉說：“哼，我不跟你一般見識。”這些事兒啊，其實特別有代表性。這幾年西方看中國科技啊，一直就這毛病兒。咱們福建建航母彈射啊，他們說是特效；咱們量子衛星上天，他們說是宣傳片兒；咱們華為出個新手機，他們懷疑裡面藏了個外星人科技。那歸根結底啊，就是一種刻板印象在作祟。在他們這腦子裡啊，中國應該還是那個做襪子的、做塑料玩具的，在那苦哈哈擰螺絲的世界工廠。他們相信中國能做1億個塑料鴨子，但他們死活不信中國能做出1000個高科技機器人。結果現在呢，現實是啪啪打臉。這種心理衝擊啊，比看恐怖片還刺激。那咱們得聊聊，為什麼優必選能這麼剛？為什麼中國能搞出這種讓美國人覺得是魔法的場面？
這背後可不是什麼神秘力量哦，而是3個字兒：產業鏈，或者是更具體點說，是深圳速度。我給大伙講個幾年前的段子，但這真不是段子哦，是真事兒。有個外國的工程師，也是做硬件的，跑到深圳的華强北去啊，他想找個非標的電子配件。這要是在美國硅谷呢，或者是在歐洲啊，他得先畫圖紙，發郵件給供應商，供應商評估2周，然後報價，再排期生產，最後寄給你，最快1個月能拿到就不錯了。結果在深圳呢，這個哥們兒拿着圖紙啊，在這個華强北轉了一圈，下午配件做好了，遞到他手裡。這個老外當時就懵了呀，拿着那個熱乎的配件，站在華强北人來人往的街頭，懷疑人生啊！這就是中國機器人產業現在的狀態啊！美國人做機器人啊，那是在實驗室裡做；硅谷那幫天才，那是喝着昂貴的咖啡，寫着漂亮的論文。一個實驗室跟另一個實驗室比，誰的算法更優雅？那中國呢？中國是在拼命。你看深圳那個機器人國，本來就是張圖紙，這就幾年的功夫啊，變成了一片密密麻麻的公司叢林。上游做伺服電機的，中游做算法的，下游做集成的，全在一棟樓裡或者隔壁街。你在樓上說，哎，這個關節我覺得扭力不夠，得改。樓下做電機的老板馬上說，行，等着，吃完午飯給你送上去。隔壁做傳感器的過來說，那我配合你改個參数。這就叫閉環呀，這就叫效率呀。咱們國內很多机器人公司產品的迭代周期是按周算的。美國公司還在開會討論我們要不要立項研究下這個模塊更新流程的時候，中國公司已經把 version 3.0 做出來了，測試完了，順便發個朋友圈視頻炫耀了一下。這種速度啊，在傳統製造業聽起來是要報警的呀，但在中國這就是常態。所以呢，美國人懷疑是假的，在某種程度上我能理解他們，因為按照他們的經驗啊，這個是不科學啊，這不符合他們的物理定律。但是不好意思哦，這裡是東方，我們有我們的魔法，這個魔法就叫全產業鏈集群。除了快，還有一個讓美國人更絕望的事兒，那就是價格。這也是為什麼我說這是個產業降維打擊。咱們看看美國現在的机器人啊，波士頓動力那只狗啊，或者是那些人形機器人，動不動就是几萬美元啊，甚至10幾萬美元。那玩意兒是啥？那是奢侈品啊，那是科研儀器，那是富人的大玩具。但是中國公司是怎麼幹的？北京有一家叫松研動力的公司啊，前陣子直接給行業潑了一盆冷水，或者說是一盆興奮劑。他們的消費級人形機器人售價不到1萬元人民幣，聽聽哦，不到1萬，這是啥概念啊？也就是一部高配 iPhone 的價格。而且這可不是那種只會揮揮手當吉祥物的塑料模特啊，那是真能跑、能跳、能學習、拿過亞軍的機器人。哎，你說這種價格一出來，美國怎麼跟？這就像當年的電動車，或者是更早的智能手機，一旦中國搞定了供應鏈，把這個成本壓下來，那就不是跟你比技術了，是跟你比普及率。高盛那個投行前陣子還出報告酸咱們，說人形機器人行業現在是產能期貨狂歡，說優必選1年才交付那麼點兒，還虧損。優必選那邊的高管譚明回應的挺實在哦，咱們現在是在實訓。那啥叫實訓呢？就是讓這個機器人真的進廠打工。那現在呢，已經不是在實驗室裡啊，讓這個機器人翻跟頭博眼球了，那都是花架子呀。中國現在做的是讓機器人去搬運、去质檢、去幹那些人不願意幹的髒活累活。有人做算法，有人做驅動，有人做材料，甚至咱們政府還提供消防巡检这種崗位啊，給機器人練手。這才是最可怕的。硅谷那是理想主義啊，講究的是我們要創造一個新的物種。中國這是實用主義，講究的是這玩意兒能不能替我搬磚，能不能比工人便宜。一旦這個問題解決了，一旦機器人像智能手機一樣便宜，像電動車一樣普及，你覺得美國那些還在這個實驗室裡調參數的公司還有活路嗎？他們引以為傲的技術壁壘啊，在咱們的規模化和低成本面前啊，
真的就是一層窗戶紙。所以啊，咱們回过頭來看這次優必選和美國 CEO 的這場口水戰，這不僅僅是一個視頻真假的問題啊，這是一個時代的縮影。那個視頻裡啊，幾百台機器人整齊列隊的畫面啊，其實是一個象徵，它象徵着中國製造業已經邁進了一個讓西方感到心慌的新階段。這個階段裡啊，中國不再是那個只會做襯衫、只會組裝蘋果手機的代工廠了，我們開始碰硬骨頭了，我們開始搞人形機器人這種集成了人工智能、高端製造、精密材料的尖端貨了。而且啊，我們還要把這種東西啊做成白菜價，賣給全世界。現在美國人還在懷疑，還在找茬，還在說我不信，這是特效，挺好，真的挺好的，讓他們繼續懷疑一會兒吧。因為當年的高鐵他們懷疑過，當年的5G他們懷疑過，當年的新能源車他們也懷疑過。結果呢？結果就是當他們終於回過來的時候啊，發現這個車門已經焊死了，車早就開遠了。未來的劇本啊，我都給他們寫好了。現在是第一階段，震驚、否認，說是假的。過2年呢是第2階段，焦慮、制裁，說是國家安全威脅。等到第3階段啊，當中國的機器人啊開始在全世界的工廠裡幹活，甚至開始教國外的機器人怎麼建廠的時候，他們所有的情緒啊，最後都會變成4個字兒：原來如此。優必選的那個視頻的結尾啊，特別有意思。機器人鑽進了集裝箱，大門一關，他們去哪兒了？他們要去世界各地。而那些坐在鍵盤後面還在一幀一幀分析光影的美國專家們啊，可能還沒意識到那個集裝箱裡裝的不僅僅是機器人，而是下一個工業時代的入場券。好啦，今天就聊到這兒啦，我是小蘭，我們下期再見。